当我第一次接触兽圈的时候，大概在5年前吧，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最早应该是2016年吧。好难讲啊，因为我是天生就对这些类型的东西感兴趣的。我大概从小学1年级开始，我就很喜欢去看那些比较偏向于动物或者兽人类的漫画、动画、卡牌等等，也会主动去收集一些类似的周边。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有那么一群穿着动物服装的人，在那相互玩耍、相互拥抱。要说 furry 文化的话，我正式了解到 furry 这个单词，其实是在2009年玩英雄联盟的时候。那个时候英雄联盟还没有国服啊，我是在美服玩的，因为当时比较喜欢玩 Teemo 嘛，就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它的一些技术讨论帖、攻略帖这样啊，然后当时大家都是就是在美服是用英语嘛，英语交流，然后就看到了 furry 这个单词，我就去搜了一下。之前其实一直在混数码宝贝的圈子，现在想起来，其实数码宝贝里也是充满了 furry 的元素了。我们从很早之前就在接触拟人化动物相关的作品了，早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到后来的红猫蓝兔七侠传、蓝猫淘气3000问这种。当然，这个时候我还没有 furry 的概念，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一些非人类的形象，而更能接受，或者说更能提起兴趣。当时就非常喜欢啊兽人啊这一类的动漫，然后图片呀，自己也会去找一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去外网翻找一些这些类型的图片。但这个时候呢，就终于了解到了 furry 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特别是有一些数码宝贝相关的角色，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数码宝贝这部动画片，然后通过这个就是回想了一下，其实自己一直以来好像就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角色。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的表现和喜好会不会都有点奇怪，你懂的，毕竟这种喜好跟周围人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但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感觉自己有点孤独和害怕的，毕竟从我的小学直到我大学毕业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其实都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发现过与我自己一样喜欢这个文化的人。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一个棕色模样的龙吧，它会叽叽叫，很活泼，就非常的萌化。随后被其独特生动的形象深深吸引。是在2015年，当时在 Pixiv 上看到了《来自深渊》里娜娜奇的同人插图，注意到了 furry 和兽迷这样的标签。通过这个契机，我开始主动搜索 furry 的词条，逐渐对这个亚文化圈子产生了一定的了解和兴趣。时间来到了2016年，有人提到了上海的暑假有一个兽像的展子。之前其实大家也结伴去过好几次漫展，觉得这次正好可以去上海玩一玩，于是大家就一起去了上海的兽夏季。本来是一开始觉得这应该是和漫展差不多性质的吧，想去找找有没有数码宝贝的周边啥的，但这一去，不出意料的就被这种毛茸茸的元素感染了。也是在外网找到了一些类似的网站，像 FA 之类的呀，那边简直就是兽装的天堂，各种各样的图片以及聚会的照片，当时啊看了真是非常的眼馋。于是呢，也找到了非常多的图片呢，分享到了贴吧，然后发现志同道合的人还不少。从初中到高中那段时间，我最早接触到这个文化的软件是贴吧，后面就是推特、微博还有 FA 等等。不过我不敢和朋友说，因为你知道的嘛，多少都是会有一些那些内容。比较喜欢《来自深渊》这部动画片，然后里面有这个娜娜奇这个角色是个典型的 furry 角色，我当时购买了他的一些手办，然后于是可能是因为当时大数据的缘故吧，就在淘宝和 B 站上被相关推送了一下这个兽装还有兽社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才了解到哦，原来已经产生了这么一个圈子，就是大家在里面可以自己创造设定，自己编写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就差不多是在当年的2019年，也就是2019年的下半年，私信了 B 站的furry圈 UP 主，就是 Tommy Crush， 然后加入了他的粉丝群，也算是正式入圈了。后面就是出于爱好，我就开始尝试搜索更多的类似视频，就开始逐渐了解到这个充满创意热情的文化兽圈。因为当时正好在上海工作，很巧合的在 B 站刷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去主动加了一些 furry 的群，去和其他同好的小伙伴有了一些交流，真正的走进了这个圈子。于是当时的兽装吧呀、fursuit 吧呀都会有我的身影。同时呢，我也是兽装吧的大吧主和 fursuit 吧的小吧主。后面呢，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慢慢的呢，也了解了 furry 这个文化。慢慢的，这些文化呢也在内部流行起来。我呢也同时为了探索更多的文化呀，更努力去发扬这些等等。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大，我也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大人、孩子，原来与我所喜欢的东西是相似的。因此，以往我那种不敢和现实中周围人或者朋友讲这个文化的事，那种害怕与畏惧的被歧视的，就是畏惧被歧视那种心态也彻底消失了。那我们都知道瑞兽平常 B 站主要更新的视频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舞蹈这一部分的。那请问在舞蹈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如何克服的呢？是2021年的联盟吧？就是那一年冬季的时候，我在展子上，膝盖受伤了，就是因为跳舞，然后当时受伤了以后是在家里休养了大概半年左右，因为医生是建议我说以后就不能再跳舞了，但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在恢复的过程之中，我还是觉得就是不想放弃，然后毕竟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了，反而是在伤痛养好之后，我开始正式的去报班、去学习、去堆砌自己的基本功。因为之前的跳舞就是在网上去扒一扒舞蹈，去这样照着跳。但是后面的话，因为自己受伤，反而让我去从最基础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受伤就是因为缺了一些基本功的这些锻炼，所以反而是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基本功的锻炼，最后慢慢的让自己的舞蹈就是有了一个舞蹈水平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跨越。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让我觉得是当时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然后又努力去跨越的一个，也是他给了我很多动力。最受益的肯定还是社交了。我逐渐发现，社交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可谓是非常的大，让我变得乐观开朗，热爱生活，为了探索自己想要的而付出去努力。不管是生活思维意识给了我很多启发。首先我觉得影响最主要的是在于精神层面的丰富与成长。我为我的兽社构筑了一个独特而富有深度的世界观，去撰写人物小传，去细心雕琢性格设定。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角色的创造，更是我理想中的自我表达与呈现。但是后面从高中开始，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这个圈子的画师画得很好，有点崇拜，所以那时候我立志就是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很强的画师，然后脑内也构思过自己的小故事。混圈的期间真的是认识了不少朋友，圈内的大家都很可爱很友善，能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在社交群里，大家都会很乐意接受一位新来的同伴，就与他交朋友。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觉得让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吧。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加入兽圈的时候，在兽圈的一个相对来说的平均年龄来说，我是稍显年长一点的。当我的兽装完成制作以后，从2次元到3次元，这些特质与个性会得到更好的展现。
兽装变成了我展示内心理想化自我的媒介，让我可以作为一个兽装扮演者，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压力，专注于展现那个更开朗、更阳光、更外向的自己，去扮演那个内心理想化的自己。套用《孤独的美食家》里的一句话，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是随性且自由的，是现代人被平等赋予的最好的治愈。此外，这个圈子为我带来了强烈的归属感与深厚的友情。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呀，交流心得与感悟，彼此支持和鼓励。这种深厚的友情与归属感不仅加深了我对这个圈子的热爱，也激发了我为它贡献更多力量的决心。当时大学的时候去台湾做了1年交换生，到曾经的启蒙之地去看看学习一下。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去了日本留学，因为那里有着亚洲最大的兽展 GIMOFF。我还认识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当然还有不少值得深交的好朋友，还有兄弟们，这些都使得我面对生活更加积极向上，不断去提升的自我。我高中休学的那段时间，我很果断的去学习了绘画，参加了艺考，然后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分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就是也让我考上了厦门大学，这应该算是我人生中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与积极影响之一。其实当时还在入圈之前还踌躇了一段时间，就毕竟furry 从外表上来看啊，都是比较可爱的，可能在老一辈甚至我的一些同龄人看来，就是一些小孩子玩的东西。但是架不住自己喜欢，然后加入了以后，就是也是为了让我的这个瑞兽这个设定更活跃的展示在大家面前，我就开始从零学习像舞蹈呀、武术呀，还有包括视频创作相关的一些技能。然后这些技能其实你要回想起来，也是曾经自己或多或少都想去学习，但却一直没有推动力让我真正的去踏出那一步。然而也是为了它，最终还是踏出那一步去尝试这些自己从没尝试过的一些技能。就像是放在以前，咱也想都不会想的，还能去日本玩一趟。今年的 GIMOFF 也受到了朋友们很多的照顾，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圈子了。其次就是圈内的各大展会为大家提供了聚会的机会，每一次去展会不仅有和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而且光是看着这么多可爱的毛毛，都能感到十足的治愈和放松。学习工作上的疲惫也会在此时一扫而空。那你觉得做庄会让你觉得快乐吗？做庄很快乐啊，它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工作，它能让我怎么说呢？打心底里的高兴啊，就是我做出来它一件这样一个东西，能让大家去展示，能跟大家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值得了。狗狼仔绝对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了，因为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就是我的命定之仔。我真的很爱这个崽子，所以你也知道的，所以我就可以说是把自己所有赚的、花的钱都投在了这只崽子上，除了那个他界，但是额外的。虽然这期间仍然还是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愉快，甚至会让我情绪愤怒失控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每次看到我自己的崽子，还是会感到幸福。我直到现在还是会经常梦到自己的崽子，或者自己变成自己的崽子，到处旅游什么的。很多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我穿戴兽装以后，变身成瑞兽以后，基本上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完全代入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内心真正的自我表达，让自己更敢于去做自己，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当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拿起手机刷着 B 站或推特，看到一群可爱的毛毛们，也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天的劳累得以缓解，
然后可以打起精神来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Furry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神奇而温暖的大家庭吧。这些都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机遇，结识到了各种朋友，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Furry 文化所倡导的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对我影响深远。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上，我学会了尊重与理解不同的观点与创意，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与欣赏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心态的转变不仅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也让我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我觉得这种幸福已经让我忽略掉了很多日常与他人的财富或者条件差距，尤其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载质能让很多人开心给很多人带来不小的情绪价值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就会更加强烈。这大概就是最大的积极影响了吧，因为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个圈子带来的，也离不开大家。